如果在北宋仁宗朝的汴京街头，你与一位面容清癯、肤色白皙的儒雅长者擦肩而过，你绝对不会想到，他就是后世那位怒目圆睁、面如锅底的包青天。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我们为了神化一位凡人，不惜涂黑了他的面孔，扭曲了他的性格，甚至让他变成了掌管阴曹地府的阎罗。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绝望与渴望，让亿万中国人在这漫长的千年里，合力制造了这场关于正义的集体幻觉？在这个被层层油彩覆盖的面具之下，真实的包拯到底长什么样？要还原这位包青天，我们必须拨开千年的文学迷雾，回到那个风云变幻的北宋中期，从历史的缝隙中寻找那位性峭直、恶戾苛刻的真实长者。在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政治文明史中，很少有一个人的名字能像包拯这样，彻底挣脱了肉身的羁绊与时代的局限，升华为一个横跨阴阳两界、统御朝野人心的绝对符号。在民间勾栏瓦舍的檄文中，他是面如黑炭、额悬弯月、日断阳夜断阴的神奇判官；在百姓口耳相传的故事里，他是手持尚方宝剑，上斩昏君下斩佞臣的司法之神。然而，重新翻开泛黄的历史，即便没有了那张标志性的黑脸，没有了王朝马汉的簇拥，没有了三口铡刀的寒光，那个站在北宋仁宗朝历史烽烟中的真实长者，依然有着足以震慑千古的力量。他并非生来就是怒目金刚，他也曾是一个在儒家伦理中徘徊挣扎的孝子，一个在基层官场摸爬滚打的干吏。要读懂包拯，首先必须读懂孕育他的那个时代，以及支撑他挺直脊梁的道德根基。公元999年，正值北宋真宗咸平2年。这一年，大宋王朝虽然在军事上刚刚经历了澶渊之盟的妥协，但在经济与文化上却正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周期。泸州合肥这座江淮之间的重镇迎来了一个男婴的降生。不同于后来戏曲《铡包冕》中描述的那个遭嫂娘抚养长大的孤苦孤儿，历史真实的包拯出身于一个典型的官宦书香门第。其父包令仪进士及第，官至刑部侍郎，是一个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的士大夫。这样的家庭背景不仅让包拯自幼便获得了优渥的教育资源，更重要的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在他灵魂深处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做官先做人，而做人的根本在于忠孝二字。这种根深蒂固的儒家底色，注定了他后来在官场上的每一次抉择，都不会仅仅基于利害算计，而是源于道德直觉。虽然史料关于包拯青少年时期的记载并不详尽，但我们可以确信，他并非那种才华横溢、一马千言的天才型文人，而是一个敦厚笃实、性格峭直的青年。他在28岁那年，即宋仁宗天圣5年，考中了丁卯科进士甲科。在北宋，进士甲科是一块含金量极高的敲门砖，意味着他已经拿到了通往帝国权力核心的入场券。按照常理，新科进士们往往急不可耐地奔赴任所，在仕途的阶梯上奋力攀爬。朝廷也确实很快下达了任命，授他为大理平事，出任建昌县知县。然而，就在人生即将扬帆起航的关键时刻，包拯做出了一个令当时许多汲汲于功名者大惑不解的决定。因为父母年事已高，不愿随他远赴他乡就任，包拯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上书朝廷请求辞官，留在合肥侍奉双亲。为了照顾他的孝心，朝廷改派他去离家较近的河州监收税赋，但这依然不能解决父母的依恋问题。包拯索性再次辞去官职，
彻底脱离了仕途，安心在家做一个晨昏定省的孝子。这一待就是漫长的10年。在这10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虽然提倡以孝治天下，但对于一个正如日中天的青年才俊而言，用10年光阴去换取膝下承欢，依然需要巨大的勇气与定力。这10年间，他的同窗好友或许早已升迁腾达，官场风云或许早已变幻莫测，但包拯心如止水。他在乡里不仅侍奉父母至丧钟，更在双亲墓旁筑炉守丧，直到丧期届满，依然徘徊不忍离去。这长达10年的沉寂，实际上是包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修行。他沉淀了包拯的性格，将焦躁与功利心洗涤殆尽，使他在后来面对官场诱惑与权贵威压时，能够拥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心理优势。既然连10年功名都可以为了道德原则而轻易抛弃，这世间还有什么乌纱帽是值得他违心弯腰的呢？这种无欲则刚的气质，正是日后铁面无私的心理基石。直到公元1037年，在守丧期满且经乡里父老多次劝慰之后，年近40的包拯才重新收拾行囊，赴京听选。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天长县知县。天长县位于今安徽东部，地处水陆交通要冲。虽然只是一个县级官员，但对于从未有过实际行政经验的包拯来说，这是他施展生平所学的第一个舞台。在这里，历史第一次记录下了他作为神探的潜质，这便是著名的巧断牛舌案。案情乍看并不复杂，却极具刁钻。一日，有农夫慌张来到县衙击鼓喊冤，称自家耕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在农耕社会，耕牛是极其重要的生产资料，私宰耕牛甚至会判死罪，割牛舌不仅残忍，更会导致牛因无法进食而死。然而，凶手作案隐秘，现场并无目击证人，在没有监控与现代刑侦手段的北宋，这类案件往往会沦为悬案。包拯听完哭诉，略作沉吟，便对农夫下了一道荒唐的命令：你回家去，把这头牛杀了，卖肉赚钱。农夫大惊失色，因为厮杀耕牛是犯法的，但在包拯的坚持下，他只能依言而行。果然，就在农夫杀牛卖肉后的第2天，有一个人急匆匆地跑到县衙告发，指控该农夫厮杀耕牛。包拯端坐公堂，经堂木一拍，厉声喝道：何方刁民，竟敢割了人家的牛舌，又来告发人家杀牛！那人当场吓得魂飞魄散，只得磕头认罪。原来包拯敏锐地洞察了人性幽微之处，割牛舌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只有仇家为了泄愤才做得出，而当仇家看到农夫真的杀了牛，必然会以为计谋得逞，急于借官府之手置农夫于死地，因此那个来告发的人必然就是割牛舌的真凶。这一案件的侦破在宋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展示的不仅是包拯的智商，更是他跳出常规思维，洞悉犯罪心理的卓越能力。这种不失刑具而真相大白的断案风格，与后来传说中那些血淋淋的严刑逼供截然不同，它体现的是一种理性的光辉。天长县的牛刀小事让包拯在官场声名鹊起。不久，他被提拔为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如果说天长县考验的是他的才智，那么端州则是对他廉洁操守的一块试金石。端州出产的端砚质地细腻，制米坚实，是文人墨客梦寐以求的至宝，也是历代进贡朝廷的珍品。按照惯例，前任知州们在征收贡砚时，往往会借机层层加码，打着进贡的旗号向百姓多征收数倍的数量，
这些多出来的端砚变成了他们贿赂京城权贵、打通关节的硬通货。这种限于在当时几乎成了公开的潜规则，无人觉得不妥。然而包拯一上任，便在这个潜规则上狠狠地砍了一刀。他经过调研，精确计算了朝廷所需的贡数，以此为限，严令禁止额外征收，哪怕是一方砚台也不许向百姓多拿。他在端州任职3年，离任之时，百姓感恩戴德，而他的行囊中除了书籍衣物，竟然真的连一块端砚都没有。史书记载，7岁满不持一砚归，这不仅仅是一个清廉的姿态，更是一种对当时官场风气的主动宣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称，包拯坐船离开端州时，行至陵阳峡，突遇狂风恶浪，包拯自省行囊，发现手下曾偷偷塞入一方端砚以作留念，他当即将其抛入江中，风浪遂止。虽然这带有传奇色彩，但他形象地外化了包拯内心那种近乎洁癖的廉洁追求。在端州的这段经历，为他后来能够在朝堂之上理直气壮地弹劾贪官污吏积累了无可辩驳的道德资本。只有自己身如琉璃，内外明澈，才以此光照亮幽暗的官场角落。从泸州的一名孝子，到天长的一位能吏，再到端州的一名清官，包拯完成了他仕途初期的3级跳。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书生，而是一位对基层民生疾苦有着切肤之痛，对官场积弊有着清醒认识的成熟官员。这一年是宋仁宗庆历年间，北宋政坛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风暴，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即将拉开帷幕。历史的聚光灯正慢慢移向这位即将进入京城，在建院掀起惊涛骇浪的包代志。他即将面对的不再是偷割牛舌的小贼或贪图砚台的虚吏，而是盘根错节的权贵集团、昏聩糊涂的皇亲国戚，以及那个看似仁厚实则优柔寡断的皇帝。当包拯踏入汴京的那一刻，他或许没有意识到，他将要挑战的是整个大宋王朝庞大而慵懒的官僚惯性。他的武器只有2样，一张不轻易展露笑容的脸，和一颗即使面对雷霆之怒也绝不妥协的心。公元1043年，45岁的包拯被调入京师开封，这一年是他仕途的重要转折点。此时的大宋王朝正处于一种躁动不安的变革前夜。西夏李元昊的叛乱虽稍有平息，但这不仅耗空了国库，更暴露了宋军的积弱。面对内忧外患，宋仁宗赵祯终于痛下决心，启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主持朝政，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由此拉开帷幕。虽然包拯并非范仲淹新政核心圈的一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一种冷静的旁观者姿态，但新政所倡导的澄清吏治之风却与包拯的政治理想不谋而合。正是在这种积浊扬清的时代氛围中，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李行及见习监察御史。在宋代，御史台被称为县台，是皇帝的耳目，专司弹劾百官，肃正纲纪。对于包拯而言，这个职位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那双在地方上看透了民生疾苦的眼睛，此刻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审视整个帝国的官僚机器。刚一上任，包拯便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言官气质。不同于那些为了博取虚名而捕风捉影，由于琐事陷入党争的庸碌御史，包拯的弹劾始终紧扣着国家治理的痛点，吏治腐败。公元1044年，他向宋仁宗呈上了一篇极具分量的奏书，岂不用脏吏。在这篇文章中，包拯一针见血地指出，廉者民之表也，
贪者，民之贼也。他认为，官员的贪廉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与百姓的向背。在宋代，刑罚对士大夫极宽，贪官往往只需被贬谪，不久便可起复。针对这种对贪污犯过于宽纵的弊病，包拯提出了在当时看来近乎严苛的建议：凡是贪赃枉法的官员，不仅要依法严惩，而且终身不得再在朝廷任职，甚至要剥夺其子孙通过恩荫入仕的资格。这种绝其后路的强硬主张，在那个讲究刑部上大夫且人情关系盘根错节的北宋官场，无异于引爆了一颗惊雷。他宣告了包拯政治哲学的核心：为了维护国家的机体健康，他不惜得罪整个官僚阶层。如果说岂不用赃吏是包拯发表的肃贪宣言，那么他对江西转运使王奎的弹劾，则是他这种政治意志的一次血肉搏杀。王奎此人才干颇高，善于理财，深得宋仁宗的赏识，但他为人刻薄寡恩，为了完成朝廷的赋税定额，不惜对百姓敲骨吸髓，手段极其残忍，在地方上有着酷吏的恶名。在当时的体制下，像王奎这样能为皇帝搞来钱的能臣，通常有着极厚的政治保护伞。然而包拯偏偏选中了他作为开刀的对象。这场博弈异常艰难。起初包拯上书弹劾王奎在地方上的种种暴行，宋仁宗并未理会，甚至为了安抚王奎，还要将其升迁至更重要的职位。这彻底激怒了包拯，他连续7次上书，言辞一次比一次激烈。在其中一份奏书中，包拯抛开了一切官场客套，直斥王奎心同蛇蝎，毒害生灵，并质问仁宗，为什么为了宠信一个酷吏，而要把无数百姓推向火坑。他甚至在朝堂上与同僚据理力争，痛陈如果朝廷继续重用王奎这样的民贼，那么所谓的仁政就只是一纸空文。面对包拯这种近乎纠缠的死谏，一向温吞的宋仁宗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最终在包拯不罢王奎氏不休的强大攻势下，仁宗不得不做出妥协，罢免了王奎的实权职位。这一战，包拯不仅扳倒了一个权势熏天的酷吏，更重要的是，他树立了一个不为君意，只为公理的铁面形象。京城百官开始意识到，这位新来的包御史绝不是一个可以随意糊弄的角色。在肃清贪酷吏治的同时，包拯还将目光投向了宋代官僚体制的另一个毒瘤——恩荫制度。宋代为了优待士大夫，规定高官的子弟亲属可以不经科举直接入仕，这导致大量无才无德的纨绔子弟充斥官场，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更挤压了寒门子弟的上升通道。包拯本人虽出身官宦，且其子孙本可享受此待遇，但他却成为了这一制度最坚定的抨击者。他多次上书建议严格限制恩荫的名额与选拔标准，主张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收官。他曾痛心疾首地说，如果让这些虽在孩提已登仕版的贵族子弟去治理百姓，那简直是国家的灾难。尽管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包拯的改革建议未能彻底撼动恩荫制度的根基，但他的呼声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共鸣，也让他成为了正直士大夫心中的一面旗帜。公元1045年前后，随着范仲淹等人的被贬，庆历新政宣告失败，朝廷政治气氛陡然转冷，许多锐意改革的官员遭到清洗。然而包拯却因为始终保持着对事不对人的独立立场，未被卷入朋党之争的漩涡。相反，他的正直与公心越发显得珍贵。这一时期，他从监察御史转任知谏院，手中的权力更大了，
肩上的责任也更重了。如果说之前的弹劾王奎还是在针对具体的行政官员，那么接下来包拯将把矛头指向皇权最敏感的禁区——外戚。北宋中期，宋仁宗因多年无子，对后宫嫔妃格外宠溺，导致外戚势力迅速膨胀。其中，宠冠后宫的张贵妃一族尤为显赫。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本是一个平庸之辈，却凭借侄女的枕边风，在短短几年内扶摇直上，身兼多项要职，权势之大令人侧目。这种明显的任人唯亲，引起了朝中正直大臣的普遍不满，但碍于皇帝的颜面，大多敢怒不敢言。唯有包拯联合陈治中等谏官，向这位国丈发起了猛烈的冲锋。这场倒张运动是包拯谏官生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据史料记载，包拯为了弹劾张尧佐，曾多次在朝堂上与宋仁宗当面辩论。最为激烈的一次，包拯情绪激动，步步紧逼，言辞激切，唾沫星子甚至飞溅到了宋仁宗的脸上。对于一位皇帝而言，这无疑是极大的冒犯，但仁宗居然忍住了没有发作，只是抬袖擦去了唾沫。回到后宫，张贵妃向仁宗哭诉，请求给伯父官职。仁宗愤愤地说道：“你只知道要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中丞吗？”此轶事虽多见于笔记，但生动反映了当时的君臣张力。包拯痛斥张尧佐是真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这种不留情面的评价将外戚干政的遮羞布撕得粉碎。最终，在包拯等人的持续高压下，张尧佐不得不辞去部分要职。这一事件不仅震动了朝野，更在历史上留下了包拯以此直名闻天下的注脚。他证明了包拯的铁面，不仅敢对贪官亮剑，更敢向皇权的私欲说不。从弹劾王奎到阻击张尧佐，包拯在建院的这几年是他战斗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斗士，时刻守护着大宋的法度与纲纪。然而，历史留给他的舞台并未就此落幕。随着他在中央监察系统的声望日隆，一个新的使命正在等待着他。公元1056年，58岁的包拯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命，全职开封府。在北宋的政治版图中，开封府尹的位置特殊而棘手。作为大宋帝国的首都，汴京开封不仅是100万人口的繁华都会，更是皇亲国戚、豪门显贵与地痞流氓混杂的深水区。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可能牵连着某位权臣的利益，每一个看似普通的案件背后都可能隐藏着通天的关系网。因此，开封府尹素有难治之称，前任官员要么因畏惧权势而碌碌无为，要么因同流合污而身败名裂。当包拯即将履新的消息传出，整个京城的地下世界与官僚圈子都感到了一阵寒意，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位包代志在建院时连皇帝的唾沫都敢擦，连当朝国丈都敢骂。他若坐镇开封，必将是一场暴风雨。这一年，包拯正式坐堂开封府。虽然在任时间前后仅有1年有余，但这短短的400多天，却成为了中国法治历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坐标。后世戏曲中那个日断阳、夜断阴的包青天形象，正是以这段经历为原型塑造的。然而，历史上的包拯并没有3口铜闸，也没有公孙策与展昭的辅佐，他依靠的是一项看似简单却极具颠覆性的制度改革，打开府门，让百姓直接告状。在包拯到来之前，开封府的诉讼流程繁琐且充满腐败。按照旧规，百姓若要告状，不能直接面见主审官，
而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牌司门吏。这些门吏虽然地位卑微，却掌握着呈递案件的生杀大权。他们往往借此勒索钱财，若不给好处费，状纸便如泥牛入海，甚至反遭毒打。这就是所谓的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种制度性的隔绝，使得开封府的公堂实际上成了富人和权贵的私家后院，穷苦百姓深渊无门。包拯上任后的第一把火便烧向了这个潜规则。他下令彻底废除门吏代收状纸的旧制，每逢开庭，直接打开开封府的正门，允许百姓径直走到公堂之下，面对面地向府尹陈述冤情。这一举措在当时无异于一场行政地震。它不仅斩断了胥吏中间盘剥的黑手，更极大地提高了办案效率。实在，这一改革实施后，就力无所措其手足，那些靠吃拿卡要为生的刁滑吏员顿时失去了生存空间。百姓们发现，原来官府的大门是可以敞开的，原来那个高高在上的青天大老爷是可以直接对话的。这种直达天听的诉讼模式，极大地鼓舞了民气，也让包拯迅速赢得了京城底层社会的拥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坊间开始流传那句著名的谚语：关节不到，有阎罗包牢。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想打通关节，走后门，那是没门的，因为上面坐着一位像阎罗王一样铁面无私的包老头。这里的阎罗并非指他嗜杀，而是指他在维护公平正义上的不可收买与绝对权威。在开封府任上，包拯处理的案件不计其数，但绝非戏文中那样充满了神怪色彩。真实的包拯断案，靠的是严谨的逻辑与对大宋律法的精准运用。其中最为惊心动魄且载入史册的，当属冷清冒充皇子案。那是嘉佑年间，一个名叫冷清的狂徒，自称是宋仁宗流落民间的私生子。他在汴京街头大肆宣扬自己的身世，声称母亲曾在宫中得幸于皇帝，并以此煽动人心。在皇嗣未立、人心浮动的敏感时期，这个消息如同重磅炸弹，震动了朝野。冷清甚至大摇大摆地进入皇宫求见，许多官员因怕单上埋没隆重的罪名，对此人唯唯诺诺，不敢深究。案件几经辗转，最后交到了包拯手中。包拯接手后，没有被皇子的名头吓倒，也没有盲目动刑。他冷静地分析案情，并没有在冷清的风言风语上纠缠，而是直击要害，寻找人证。包拯通过缜密的调查，迅速找到了冷清的生母。面对官府的威严，这位老妇人吐露了实情，冷清确实是他生的，但那是他被放出宫嫁人之后，与一位冷姓男子所生，根本不是什么龙种。冷清纯属妄想症发作，加上想骗取富贵。真相大白后，包拯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依照律法将冷清以诈伪罪处死。这个案子看似简单，实则凶险异常。在那个皇权至上的年代，处理涉及皇室血统的案件，稍有不慎便是粉身碎骨。包拯的果决不仅维护了皇室的尊严，更平息了一场可能引发政治动荡的谣言风波。这一案例充分展示了他敢于碰硬、不避权贵的司法风格。除了断案，包拯在开封府的另一大贡献是整治惠民河。惠民河是流经汴京的重要河流，由于权贵豪强在河两岸肆意修建园林水榭，导致河道淤塞，每逢大雨便洪水泛滥，淹没百姓房屋。历任官员虽然知道症结所在，但谁也不敢去拆那些皇亲国戚的违章建筑。包拯不论这些园林的主人是谁，一律画出红线，限期拆除。
有权贵拿着地契来找包拯理论，声称地是自己的。包拯亲自查阅地籍档案，证明这些地原本就是河道用地，被非法侵占。在铁证与铁腕面前，权贵们不得不低头，违章建筑被悉数拆除，惠民和水患得以根治。这一举动让包拯得罪了京城半数的显贵，但也让他包青天的名号真正深入了民心。为了在这样的人情社会中保持绝对的公正，包拯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孤独。史书《宋史》记载，包拯与人不苟合，不为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为了防止亲朋好友来说情，他几乎切断了所有的私人社交，家里从不拆看来历不明的信件，也不接待私下的拜访。这种近乎不近人情的自我封闭，并非他性格孤僻，而是他深知，一旦开了一道口子，公正的大堤就会瞬间崩塌。他用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自律，为大宋的司法公正筑起了一道防火墙。当然，后世关于包拯在开封府拥有龙头、虎头、狗头3口铡刀的说法，纯属文学虚构。宋代刑罚制度严密，死刑需经大理寺复核，刑不降复，最后由皇帝勾决，绝无开封府尹当堂斩人之理。但民间之所以杜撰出3口铡刀和尚方宝剑，正是因为百姓们太渴望有一种超越繁琐官僚程序，能够即刻惩恶扬善的力量。包拯在开封府的1年多时间里，虽然没有真的用铡刀斩过驸马，但他用法律的尊严斩断了特权阶层的触手，用公正的利剑刺破了官场的黑暗。他在百姓心中种下的是对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信仰。公元1058年6月，包拯卸任开封府尹。尽管任期短暂，但他留下的遗产却是丰厚的。他证明了，在一个专制王朝的首都，只要官员足够清正刚直，依然可以为百姓撑起一片相对公平的蓝天。离开开封府后的包拯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将升任更为显赫的职位——御史中丞、3司使，直至枢密副使。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将从具体的司法实践转向更高层面的国家财政与军事决策，而在那里，等待他的将是更为复杂的挑战与更深层次的忧虑。公元1058年，当包拯卸下全职开封府的重担时，他已近花甲之年。在大多数官员眼中，这应当是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年纪，但对于包拯而言，这却是他从司法能臣向国家重臣转型的关键时期。离开开封府后，他先是短暂回到了御史台担任御史中丞，继续履行他那令百官胆寒的监察职责。但很快，宋仁宗便将一副更为沉重的担子交到了他的肩上，全职3司使。3司使在宋代被称为迹相，掌管着全国的户口、赋税、钱谷与盐铁专卖，其职权之重，几乎等同于后世的财政部长加央行行长。当时的北宋，经过100年的太平岁月，虽然表面繁荣，但机体深处已是积弊丛生。冗官、冗兵导致的巨额财政支出，像2个巨大的黑洞，无情地吞噬着帝国的财富。为了填补亏空，各级官吏层层加码，巧立名目向百姓搜刮，民间怨声载道。包拯接手的实际上是一个即将枯竭的国库和一团乱麻的财政账目。在这个枯燥且充满铜锈味的位置上，包拯没有了惊堂木和尚方剑，但他依然挥舞着那把名叫公正的手术刀。他敏锐地发现，当时最大的财政弊病在于苛律无度。所谓苛律，就是朝廷强行摊派物资，
往往要求百姓缴纳根本不出产的东西，百姓被迫高价购买后上缴，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包拯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他大刀阔斧地免除了几十种不合理的科律，并建立了一套更为公平的市场采购机制，规定官府所需物资必须依市价购买，不得强行摊派。这一系列宽民利国的经济改革，虽然没有他在开封府断案那般充满戏剧性，但对于无数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宋朝百姓来说，这才是真正的青天之举。他用算盘代替了惊堂木，在枯燥的账册中为民请命，展现了一位成熟政治家治理国家的深厚功力。然而包拯的晚年并非一帆风顺，他在官场上也曾遭遇过尴尬与非议。在他接任三司使之前，前两任三司使张方平和宋祁皆是因包拯的弹劾而下台。张方平是因私德有亏，宋祁则是因其兄宋祥在相位而需避嫌。当包拯自己接替了这个职位时，朝中顿时议论纷纷。著名的大文豪欧阳修当时也正任谏官，他虽然敬重包拯，但为了维护官场规矩，还是忍不住上书批评。欧阳修用了一个著名的比喻，这就好比一个人为了种地，把自家的牛牵走，却把邻居家的牛牵来踩坏了菜园。意思是包拯弹劾别人是为了这个位置，这虽非包拯本意，但也让他陷入了西田夺牛的舆论漩涡。面对同僚的误解，包拯没有辩解，而是选择了在家闭门思过，甚至请求辞职。这一插曲恰恰展示了包拯真实的人性侧面，他并非生活在真空中的道德完人，他也会陷入复杂的政治纠葛，但他面对批评时的自省与退让，反而更显其君子之风。公元1061年，63岁的包拯迎来了他仕途的巅峰。宋仁宗下诏任命他为枢密副使。在北宋，二府三司是权力的核心，其中枢密院掌管全国军政，与掌管民政的中书门下并称二府。这意味着包拯正式进入了帝国的最高决策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执政。此时的他已是满头白发，多年的操劳严重透支了他的健康。在枢密院的任上，他虽然体力已大不如前，但依然保持着那份刚直。他关注边疆防务，主张选练精兵，裁撤冗员，试图在军事层面为大宋注入一剂强心针。可惜天不假年，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公元1062年5月，包拯在枢密院试事时突然发病，这次倒下，他再也没能站起来。短短几天后，这位为大宋操劳了一生的老人，在开封的府邸中溘然长逝，享年64岁。包拯的死震动了整个京师。宋仁宗赵祯闻讯，悲痛不已，亲自前往包府吊唁。当皇帝走进包拯的家，眼前的景象让他深受震撼。这位位极人臣的枢密副使，家中竟然简朴的如同平民，没有任何奢华的摆设，甚至连像样的积蓄都没有。史书云：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食。仁宗感念其忠诚与清廉，追赠他为礼部尚书，并赐谥号孝肃。孝是对他早年居家侍亲的肯定，肃则是对他一生刚正严明，让贪官污吏闻风丧胆的最好概括。这一谥号精准地浓缩了他的人格光辉。在包拯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有一个鲜为人知却极具温情的故事，为这位铁面硬汉抹上了一层柔暖的色彩。包拯一生子嗣艰难，长子包义虽然成年为官，却在婚后2年不幸早逝，只留下一个孙子包文甫，也在5岁时夭折。
到了晚年，包拯膝下无子，对于重视香火传承的古人来说，这是巨大的打击。包拯甚至已经做好了绝后的心理准备。然而，在他60岁大寿那天，他的大儿媳崔氏突然抱出一个孩子，跪在他面前，说道：“公公，这是您的亲骨肉。”原来，包拯身边曾有一位陪嫁丫鬟孙氏，因犯错被包拯遣送回娘家。但包拯并不知道，孙氏离开时已怀有身孕。崔氏心系仁慈，得知此事后，背着公公暗中接济孙氏，待孩子出生后，便抱回府中偷偷抚养，取名包延，后改名包寿。直到包拯60大寿，崔氏才将这个惊天秘密公开。看着这个延续着自己血脉的幼子，一生刚强的包拯不禁老泪纵横。这个极具戏剧性的死而复生的血脉延续，仿佛是上天对这位一生公正无私之人的某种眷顾。包拯去世时，包寿尚为年幼，宋仁宗感念包拯之功，特赐包寿官职，并让包拯的门生与同僚代为照看。后来，包寿也不负父名，为官清正，颇有复风。当包拯的灵柩缓缓驶离京师，归葬于合肥那个他曾守孝10年的故土时，属于肉体凡胎的包拯走完了他的一生。然而，另一个属于精神世界的包青天却正如日中天的升起。我们现在可以回答文章开头那个关于面具与油彩的问题了。为什么民间要将一个白面书生涂成黑脸的阎罗？因为在漫长的封建岁月里，法治的光芒太微弱，弱到百姓们不敢相信一个普通人能够抵挡住权力的腐蚀。那张黑色的脸谱，实际上是无数在暗夜中无助呐喊的百姓用眼泪和渴望共同绘制的一道符咒。黑色代表着铁石心肠，代表着水火不侵，代表着对人情世故的彻底隔绝。人们不相信人性的柔弱可以抗衡权贵的狰狞，所以必须创造一个超人，一个拥有尚方宝剑和龙头铡的半神，来代替那个在现实中不得不步步为营、艰难博弈的真实包拯。这种神话本质上是一种悲剧性的心理补偿，因为现实中青天太少，所以戏台上的青天才必须法力无边。胡适先生曾深刻地指出，包拯是一个剑夺式的人物。古往今来，人们把所有对正义的卑微祈求都像箭一样射向了他，让他承担了整个民族对公平的全部想象。然而，当我们剥去这层神话的黑色油彩，那个真实的白皙面容的包拯，其实比那个无所不能的包阎罗更加伟大。因为神话中的包拯靠的是法器和神力，而历史上的包拯靠的是一颗在10丈红尘中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心。他没有3口铡刀，只有一本大宋行统；他没有王朝马汉，只有一身浩然正气。他是在一个刑不上大夫的时代，硬生生地用自己的脊梁为百姓撑起了一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狭小天空。他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那个人治的时代，但他用一生证明了，即便是在最黑暗的官场，良知依然有着震慑人心的力量。时至今日，在合肥的包公祠中，依然有着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李渊玉，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礼，慈悲无量，依然菩萨心肠。这或许是对包拯一生最精准的注解。那张被后人涂黑的脸，是他作为司法图腾的威严面具，而面具之下那张真实的会流泪、会衰老的面孔，才是中华民族永恒的道德乡愁。包拯这个名字早已不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渴望公平、仰望星空的人。他站在历史的深处，面容虽然模糊，
但脊梁依旧挺拔，宛如一道不可逾越的山脉，守护着中华文明中关于良知与公理的最后底线。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